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诚意吻戏像木头到演技炸裂，杨紫如何用敬业蜕变为实力派演员？诚意杨紫，这位从童星成长为实力派演员的大大咧咧邻家妹妹，近年来的演技进步可谓有目共睹。然而，关于她拍摄感情戏的心路历程，却也成了不少网友津津乐道的话题。不信你看，她当年在拍《战长沙》时，竟然被霍建华一口点评吻戏像个木头。虽然这话听着有点扎心，但一回头仔细琢磨，却发现这背后藏着她从青涩到成熟的演员蜕变路径。话说回来，吻戏可不是简简单单嘴唇碰嘴唇的事。在镜头下，演员们既要兼顾光线角度、镜头构图，还得憋着一股子羞涩，演出身临其境的深情。对年纪轻轻的诚意杨紫来说，这种挑战显然有点棘手。同台的霍建华更是老辣，他直接问杨紫要不要加一场吻戏。杨紫咬咬牙，来吧。仔细想想，这种爽快的态度倒像是他的性格标签。大胆而又坚定，实在让人又爱又佩服。说到底，诚意杨紫的初吻戏羞涩不是笑点，而是亮点。年轻演员的害羞，大多不是演技的问题，而是逼真还原角色时身体本能的反应。在一档访谈中，主持人问他拍吻戏时会不会害羞，诚意杨紫大方承认会。那种深情吻戏演完，真的不敢看对方，也不敢回顾剧集，自己心里都觉得怪怪的。这一句会害羞，倒让人看到了他的真性情和专业态度。实际上，拍戏过程中，演员需要兼顾角色带入的情感真和对镜头走位的技术活，实属不易。体会过这种心理的拉锯，你就更明白，所有的羞涩都是彻头彻尾的敬业表现。对比之下，诚意的成长经历仿佛就是另一种画风。这位演员起初也直言自己在吻戏上很短板，但为了角色，他最终硬生生用实力演成了天花板。许多粉丝调侃道，诚意的进步轨迹就像从大白兔奶糖熬成了小麦饼干，质感越嚼越韧。而任嘉伦更具霸总气质，在谈到拍吻戏时，他云淡风轻，害羞眨眼。那么多工作人员盯着呢，谁磨磨唧唧谁尴尬？这心态简直拉开了老戏骨与小萌新的心境差距。从这些对比中，诚意杨紫显得尤为真实。她的不矫情、不做作，反而成了观众最爱的特点。许多合作过的演员都对她的性格赞不绝口，比如徐凯称她讲义气，邓为说她大大咧咧，甚至霍建华也夸奖她放得开。当然，这些都离不开诚意杨紫作为演员的敬业精神。从小木头到游刃有余，对于杨紫来说，每场吻戏背后都有深深的角色代入感，否则谁能对曾经的害羞笑得那么坦然？讲到这里，不得不提霍建华早年的这句金句：吻戏是工作的一部分，完全不害羞。听着轻松，但那的是长期磨砺的结果。一位专业演员的进化史，其实就藏在所谓尴尬的一次次突破中。换句话说，从硬着头皮上到毫不避讳，离不开信念感的支撑。毕竟，吻戏是塑造角色关系的一个工具，而非单纯的噱头。一次失败的感情戏可能让观众瞬间跳戏，但一次含蓄拿捏的吻戏却能让角色关系推至高潮。细看当今娱乐圈，演员们的状态千姿百态，但诚意杨紫的成长之路却很具普世看点。从最初对亲密戏的无措，到后来的游刃有余，展示的是一名演员心理障碍的突破，更是沉浸角色的决心。那些喊他木头的人，可能忽略了他从青涩到成熟的跨度，而现在的诚意杨紫早已用实力杀出一片天地。与其说这是害羞者的逆袭，不如说
这是他对表演真心的最好证明。如果你是导演，会给演员加戏吗？又或者，如果是你，愿意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完成这份职业要求吗？诚意戏里要深情款款，戏外却不能掺杂个人情绪，这份迁就观众的专业精神，怕是只有真的热爱表演，才能从容胜任吧。从诚意吻戏像木头到演技炸裂，杨紫这一路的成长堪称一个演员的蜕变典范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实力派不是天赋异禀的幸运儿，而是一次次突破自我，勇敢面对尴尬与不安的结果。当年拍《战长沙》时，诚意杨紫还只是个稚气未脱的女孩，面对霍建华那句吻戏像木头，她的脸一下子红透了，笑得有些局促。那时的她不会隐藏情绪，也不会假装老练，她坦率、真诚，甚至有点笨拙。但正是这种笨拙，让她的成长之路显得格外动人。吻戏对于年轻演员来说，从来不是简单的表演，它考验的不仅是演技，更是心理承受力和专业素养。镜头前，一个吻的角度、呼吸的节奏、情绪的传达都要恰到好处。太过生硬显得不自然，太过投入又容易被误解。诚意杨紫在这种两难之间摸索，她没有逃避，而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去面对。后来她在采访中提到，拍吻戏真的会害羞，但这是角色的情感，我必须尊重角色。一句尊重角色，诚意其实就是她职业态度的写照。她不以女明星的身份去衡量自己，而是以演员的角度去挑战每一场戏。羞涩是人之常情，克服羞涩才是演员的成长。杨紫的进步有目共睹，从《欢乐颂》到香蜜沉沉烬如霜，再到沉香如屑，她的情感表达越来越细腻。她懂得如何用眼神去诉说情绪，用微表情去暗涌情感。尤其是在与诚意合作的《沉香如屑》中，她那份既坚强又温柔的情绪拿捏，让观众完全忘了她曾经那个木头吻戏的阶段。诚意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说，杨紫很会带情绪，她能让对手演员进入角色。这句话其实是对杨紫最高的肯定。演员之间最难得的是默契，而杨紫能用真情带动对方，这正是她从青涩走向成熟的标志。相比之下，诚意的成长轨迹也颇有共鸣。早期的他同样被质疑太冷太拘谨，但在后来的作品中，他逐渐学会把情绪化为角色的一部分。两人的合作无疑是一种彼此激发的过程。他教他放松，他教他沉稳，这种双向成长让他们在荧幕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化学反应。其实，拍吻戏的害羞与否，从来不代表演技的高低。真正的表演是把羞涩转化为情感，把不安化作真实的表达。诚意杨紫正是这样一路走来，她不怕被误解，不怕被调侃，她更在意的是观众能不能相信她的角色，能不能被她的情感打动。如今的杨紫已经完全脱离了邻家女孩的标签，她的眼神里有故事，她的台词中有温度。她可以是香蜜里的锦觅，也可以是余生请多指教里的林之孝，更可以是长相思中那个爱而不得的枪玄。他用一部部作品证明，所谓的木头时期，只是他成为实力派前的必经之路。回头再看那句吻戏像木头，或许反而成了他最宝贵的起点。正是那句批评，让他开始思考怎样的情感才是真实的，怎样的演员才是专业的。他用10年的时间，给出了最有力的答案，不靠噱头，不靠炒作，靠作品说话。如今的杨紫，不再是那个会害羞不敢直视对手的少女，她早已成长为一个能掌控情绪、懂得分寸的成熟演员。诚意她用敬业赢得尊重，用真诚打动观众。从木头到实力派，她的每一步都踩在了坚实的努力上。这就是一个真正演员最动人的地方，她不是天生完美，
而是不断磨砺、不断成长，在镜头下用每一次突破去诠释职业二字的分量。